爸，明天我就要嫁给程泽了，我可以不装残疾，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吧？不，考验不能提前结束，你得在婚礼上站起来，给他最大的惊喜。那时我也将公开我世界首富的身份。到时，二哥以歌神身份带整个娱乐圈顶流到场为你贺喜，三哥以天才股神身份带领整个金融圈大佬到场为你贺喜。许彤，我以地宫第一将军的身份带3000战神到场为你贺喜。谢谢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那我先找程泽去了。3年了，你真没碰过那个残废吗？那残废说初次要留在新婚夜，都21世纪了，还有这种土包子？怎么？难道他愿意，你就要碰他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可明天就是你们的婚礼，你要怎么办？明天我就会成为程泽的女人，我一定会好幸福吧？当然是。难道你会把他嘎了？我给那残废买了天价保险，只要他一死，我们可就潇洒喽。啊，蕊蕊，你好棒！哦，如果许彤知道他明天结婚的新郎和伴娘在一起，他会哭吧？如果许彤知道他明天结婚的新郎和伴娘在一起，他会哭吧？不行，我还不能穿帮，我要看看这对奸夫怎么交代。周承泽，周承泽，怎么办？怕什么？又没证据，我们是在筹备明天的婚礼呢。明白了，开门，开门！咦，许彤，你怎么来了？陆蕊，周承泽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不要感谢我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应该做的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帮你筹备婚礼，给你惊喜啊！帮我筹备婚礼？对啊，我第一次结婚，没什么经验，就请了陆蕊来帮忙。周承泽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傻子！你什么意思，许彤？难道你怀疑我？你一个摊子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还有资格怀疑我？摊子？我是怎么摊的？不是为了救你被撞伤坐骨神经，我会摊吗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明天就婚礼了，还吵什么？这婚还结不结了？你自己说吧，明天的婚还结不结？不结就拉倒，结就滚回去准备。好，我回去准备。现在怎么办？许彤肯定发现什么了。既然他装不了糊涂，就一不做二不休。明天你就代替他做新娘吧。好，我爱你，亲爱的。爸，明天的结婚宴我要改成休夫宴。爸，明天的结婚宴我要改成休夫宴。啊，宝贝女儿，为什么？周承泽和陆蕊出轨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我现在就收回千亿嫁妆，还有给陆蕊的订单也立刻取消，全行业封杀这对狗男女。爸，先别急，我要当众踩死他们。好，你说了算，不管你要什么，爸都支持你。周承泽、陆蕊，你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妈，我说了，暂时不考虑结婚。我的包，赶紧帮忙抓住他！小子，敢管闲事儿，信不信我捅死你？捅死我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救命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去局子里喊救命吧。你的包。
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腿脚不好，不能久站，可能会瘫痪吧。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？有，娶我，照顾我。开玩笑的，我一个摊子，连我救过命的男人都会背叛我，还有哪个男人会看得上我呢？好，我娶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明天我来取代那个男人，娶你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，就是我愿意。好，你若真的娶，我一定让你成为男人中最顶级的存在。让我成为男人中最顶级的存在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傅思燕。好，傅思燕，明天我等你。妈，别帮我介绍对象了，我明天就结婚。许彤会看到我的诚意吧？思燕，你可是傅氏集团继承者，真的要带这么多聘礼去娶一个半身不遂的人吗？就是，还是一个清洁工的女儿，也太掉价了吧！我意已决，不要劝我了。各位亲爱的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许彤小姐和周承泽先生的婚礼。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新郎新娘上台。新郎新娘，一个英俊帅气，一个坐着轮椅，里面肯定有感人的故事吧？能给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吗？我来说吧，下面很多都是亲戚朋友，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。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和周承泽是同学，我为他放弃了去最好的大学，也为他坐上了轮椅。新娘，你是为新郎坐上的轮椅吗？这也太感人了吧！谈不上感人吧，我和他逛街的时候，一辆车失控撞向他，我反应快，把他推开，结果就撞上我了，伤了坐骨神经。够了，许彤，你是来这里卖惨的吗？就是，大好的婚礼，你讲这些不吉利的干什么？大好的婚礼，周承泽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参加这场婚礼，做今天的新郎吗？许彤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个摊子，还觉得我跟你不配吗？没错，你跟我哪儿都不配。许彤，玩笑别开过火了啊！这可是你和周承泽的结婚宴。不是，这不是我和周承泽的结婚宴，而是我为他举办的修夫宴。什么？修夫宴？发生什么了？怎么结婚变成修夫了？许彤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们周泽成忍辱负重才娶你，你竟然不识好歹要修夫！你一个摊子，有什么资格修夫？你说什么？他忍辱负重才娶我，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不要脸的事儿吗？许彤，你不要这么狼心狗肺啊！周泽成都没嫌弃你是个摊子，你居然还说他不要脸？他哪里不要脸了？你今天要不跟我说个明白，我跟你没完！你问我他哪里不要脸，你干嘛不问他自己呢？够了，许彤，不要在这里给我泼脏水了。这婚我本来也没打算跟你结，你自己从这里滚，去打你的光棍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会打光棍？你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摊子，还家徒四壁的，你以为除了我可怜你，还有哪个男人看得上你吗？不好意思，还真有男人看得上我，而且比你要强千倍万倍。今天的婚礼就是我为他举行的，跟你毫无关系。你还是去门口当一条狗，见证我和他的幸福吧。许彤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你跟别的男人举行的婚礼？不是的妈，这是我和她好闺蜜陆蕊的婚礼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你和陆蕊的婚礼？是的，这是周承泽和我的婚礼。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新娘真的要换人？这校花陆蕊也玩得太鸡爆了吧！说了今天要来嫁你，我当然得来啊。
程泽，这怎么回事？妈，你不是一直担心我娶了个摊子会吃苦，会被人笑话吗？那我现在就把他踹了，然后娶漂亮又能干的蕊蕊啊！娶陆蕊？陆蕊可是许彤的闺蜜啊！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阿姨，我陆蕊白手起家，如今是身家上亿的老板，还背靠云省许氏财团，前途斐然。她许彤一个摊子，家徒四壁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做闺蜜？就是，她跟蕊蕊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一个白富美，一个癞蛤蟆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还我跟你们云泥之别。你们要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恐怕连眼珠都得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有真实身份？你是想笑死我吗？亲爱的，你别笑了。他不过就是婚礼上被你踹了，颜面无存，强行挽尊。算了，许彤，看在曾经我们是闺蜜，看在你是个残疾人，也看在你老公要娶我的份上，你跪在我面前学2声狗叫，我给你10万块，以后大家互相拉黑，如何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跪在这里，面对所有的亲戚同学，打自己耳光，说自己禽兽不如，成交吗？许彤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非要逼我收拾你一个残疾人。许彤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非要逼我收拾你一个残疾人吗？陆蕊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刘禅，你说什么？你是在帮他吗？我不是帮谁，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太欺负人了。站出来说，终于有人刘禅怎么回事？刘禅不要样的。什么？你说我欺负人？你是刚从山里来，不懂城里的人情世故，还是不懂21世纪的现实？我有钱，还不能欺负一下人了？就是，我能力出众，相貌堂堂，他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人，我还不能踹他吗？难道你要我做慈善同情他吗？对呀，要不你把你哥哥弟弟喊来，同情他，嫁给他，这能一样吗？许彤他是为了救周承泽才坐上这把轮椅的，周承泽对他负责天经地义。你觉得天经地义就天经地义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裁判吗？法官吗？我不是裁判，也不是法官，但我觉得做人得有良知，不能忘恩负义，否则会遭报应的。够了，不要在这里假惺惺的恶心人了。你问问今天到场的亲戚同学，我是该娶许彤还是陆蕊？来吧，我就现场和许彤 PK 一下，大家觉得是许彤应该做今天的新娘，还是我？觉得是我的，每人发1万红包。什么？1万红包？来，觉得承泽应该娶许彤的举手。谁敢举啊？1万块呢？看见了吗？你们一个残废，一个异类，好像落水狗啊！支持我做新娘嫁给承泽的举手。支持陆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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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陆小姐。看见了吗，许彤？这就是实力，这就是公道。除了一只傻狗，所有人都支持我，所有人都觉得你垃圾。看来我儿子的选择是正确的，陆蕊才应该是今天的新娘，我周家的儿媳妇。许彤，你也别难过了，怨天怨地，只能怨你父母没出息。你说什么？我父母没出息？你要是知道我父母家人的来头，你会震惊的把自己眼珠抠出来。哟，都成落水狗了，还吹呢？谁不知道你妈是扫大街的清洁工吗？是的，别在这里恶心人了，赶紧把悔婚协议签了，滚吧！许彤，你干什么？你别逼我动手！我说了，今天是我休夫，不是你悔婚。等下我的新郎来了，你在休夫书上签完字，就自己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有新郎？就是，你这种老子不要了的垃圾，生活不能自理的摊子，狗都看不上你，你还有新郎？垃圾，赶紧滚吧！
来，大家都来帮把手，他不滚就把他丢出去。滚！赶紧滚！你们干什么？别阻挡我们为陆小姐做事！就是，今天必须把许彤丢出去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住手！富氏集团总裁傅思燕带1万好礼向许小姐求婚。富氏集团总裁傅思燕带1万好礼向许小姐求婚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他还真有准备，另有新郎？没搞错吧？还是4大门阀的富氏集团总裁？这么多人围在台上干什么？让开！傅思燕愿以附加5%股份向许彤小姐求婚，请问许彤小姐愿意？什么？富氏5%的股份，那岂不是一下子就身价上亿了？怎么？你是富氏集团总裁？是的，请问你愿意嫁我为妻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你一个豪门总裁，不嫌弃我是个残疾娶我，我当然1万个愿意。那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。够了！哪里来的群演，在我的婚礼上演这种低级的戏码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一个低劣的群演，来配合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瘸子演戏，有意思吗？你就是那个人家救了你，你还背叛他出轨的人渣是吧？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别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好巧不巧，我知道你欺负我老婆后，特别找了证据锤你。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跪下来向我老婆道歉，否则公开证据，让你遗臭万世。公开证据？你以为我吓大的？有本事公开给我看看！很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立刻播放证据，请看大屏。日瑞，你真是个坏家伙！你不就是嫌弃许彤那个摊子不行，喜欢我的坏吗？今天就坏个够吧！日瑞，你真是个坏家伙！你不就是嫌弃许彤那个摊子不行，喜欢我的坏吗？今天就坏个够吧！好了，画面太脏，暂停吧。我还有很多你在酒店不堪入目的证据，你想都看看？够了！我跟蕊蕊去开房了又怎样？他许彤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摊子，就是配不上我，我就是嫌弃他，怎么了？生活不能自理的摊子，生活不能自理的摊子。老婆，你别被他刺激了，我会挺你，会帮你要回公道的。没有，我没受刺激，他这样的小丑还刺激不到我，我只是感到好笑。有什么好笑的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吗？周承泽啊，周承泽，你还真以为我是摊子，真以为我穷，真以为我生活不能自理，一无用处吗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难道还需要说吗？就是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坐着轮椅？我是坐着轮椅，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故意装的呢？什么？你说你是装的瘫痪？赶紧自己滚吧，别耽误了我和承泽的婚礼。就是，恶心死我了，连装瘫痪这种谎言都编得出来。你要是装的，就站起来啊！站不起来，就承认自己的垃圾吧。就是，有本事站起来啊！站起来啊！你个谎言狗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好了！他真的站起来了！
他真的能站了。对啊，他怎么能站了？怎么回事？能站算什么？咬牙忍着撑一撑呗。有本事的走2步，别站着不动啊！走2步是吧？睁大的狗眼看清楚了吗？我是残还是废啊？许彤，你真的没事？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怎么一直坐着轮椅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蕊蕊，为什么？许彤，你还真是个无耻之徒啊！为了骗取程泽的同情，竟然用装瘫痪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。你说什么？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骗周承泽的感情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为了得到程泽，竟然假装车祸残疾，来让程泽愧疚，骗取他的同情，真是卑鄙无耻之极。原来如此，我竟然被他欺骗了3年，以为他真是为我出的车祸，一直下不了决心和他分手。原来他竟是装的，真是恶心至极。真是太可恶了！赶紧赔钱，赔青春损失费！对，赶紧的，许彤，立马赔我100万青春损失费，否则和你没完！真是个大渣女啊！赶紧找她赔钱，真是太让人恶心了！就是无耻！赔钱！许彤，听见没有？赶紧赔钱！无耻！赔钱！你确定要我赔钱是吧？当然了，你伪装摊子骗我3年青春感情，今天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就曝光你，让全天下的人都见识你丑陋的嘴脸。很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让你看样东西吧。哼。自己看看吧，这是3年前我为了救你险些丧命，后被我家人送到北都皇家医院治疗的费用，一共3100万。你先把医疗费赔我。哼，这牛吹的，治个病花3000万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北都皇家医院，那也是他这种穷人去得了的吗？他这就是想诈骗，想敲诈，赶紧把证据收起来，等下报警。敢敲诈，就等着坐牢吧，许彤。对，把证据拿好，我马上报警，送他去吃牢饭。喂，治安局吗？我要报案，这里有个人装残疾骗我结婚，还伪造假发票敲诈我。好，我们会看紧他，你们赶紧来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亲手送你去坐牢。先把他抓起来，不然他跑了。对，赶紧先把他抓起来，谁抓住他，我加1万红包。我来！谁敢动他试试？你想干什么？今日谁敢动手，便是与我傅家门阀为敌。什么？就你装傅氏集团总裁呢？就是，傅氏可是4大门阀，傅氏总裁就算瞎了眼，又岂会看得上一个装残疾的骗子？去你的吧！咱们司宴就是傅氏总裁。哈哈，你们这些骗子还真有意思，团伙作案了。对了，我爸是傅氏财团的业务主管，我问一下就能拆穿他了。赶紧打电话，当场拆穿他，把他脸打肿。喂，儿子。爸，问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傅氏总裁是今天结婚吗？哪里听到的谣言？傅先生女朋友都还没有，结什么婚？别在外面乱说，到时候连累我。好，知道了。哼，看见了吧？当场拆穿，这就是个骗子。骗子是吧？说你爸叫什么名字？我马上让人把他开除了。哼，什么？你要开除我爸？你以为你是傅氏财团总裁啊？你管我是不是？有本事就说你爸名字。我爸叫黄书郎，有本事你开除啊！
你要能开除，我当场直播吃翔。立刻把财团里一个叫黄书郎的业务主管开除，就说他儿子人品恶劣，得罪了我。搞定。别装了，连许彤这种人都求着娶了，你还真以为有人信你有什么本事？就是，不知道得有多差劲，才会把我踹掉的女人都当成香饽饽。被你踹掉的女人，周承泽，你还真是能给自己长脸。你忘记今天是我主动修复的了？你主动修复，真是好笑。不过是撞见我和蕊蕊上床，知道无法挽回，强行挽张而已，也好拿出来炫耀。就是，你一个靠装瘫换来骗我儿子感情的骗子，有什么资格修我儿子？等下我爸和我的家人来了，你就知道我有什么资格修你儿子。爸，哦，我才想起来，他是今天忙着扫大街，还是怕丢人，连你结婚都没来？不好意思，他是为女婿去阿联酋取限量版的100亿星空钻戒，晚一点来而已。什么？我听见了什么？为女婿取限量版的100亿星空钻戒？你不会还指望用这种骗术挽回得了我吧？挽回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只有傅先生，才是我许彤此生唯一的真爱和良配。真是好拙劣的演技。对了，刚才他不是说要开除黄浩的爸爸吗？怎么吹完牛就不责了啊？就是开除我爸爸的呢，求求你赶紧开除啊！来，开除啊！喂，爸，你说什么？好。怎么，你真的是傅氏集团总裁傅思燕？竟然是真的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傅氏财团总裁怎么可能看得上许彤这种废物？我老婆才不是废物，她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只是你瞎了眼而已。对不起，傅先生，刚才是我的鲁莽，求求你手下留情，别开除我爸呀！他可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他没工作了，我们家就完了。关我屁事！得罪我老婆的人，都该下地狱，而且是永不翻身的那种。老婆，你说呢？我觉得老公你说的对。许彤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忙求求情吧，求求你了。给我滚！我才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垃圾同学。陆小姐，你帮帮忙啊！我可是在帮你。急什么？许彤就是个骗子，他肯定是用手段骗了傅先生。治安局的人一来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谁报警诈骗？你好，治安队长，谁报警诈骗？谁报警诈骗？这里，治安同志，这里。谁诈骗？诈骗什么了？就是他，为了骗我结婚，居然装瘫痪，被我们拆穿了，又伪造假发票找我赔钱，而且还是狮子大张口，开口就是几千万。什么？敲诈几千万？那可是大案啊！证据呢？赶紧把证据给我。给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他当初为了救我受伤，我现在要跟他分手。他说在北都皇家医院治疗了3000多万，要我赔钱。什么？在北都皇家医院治疗还花了3000多万？小子，你这骗术低级到啥样了？诈骗的这么离谱，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皇家医院治疗吗？那都得是达官贵人、特殊功臣，在当今社会随随便便都举重若轻的人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不是谁，只是我爸是世界首富。你说什么？你爸是世界首富？
笑死我了！你爸是世界首富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要你爸都是世界首富了，那我爸简直就是宇宙首富了！真是受不了他了！治安同志，赶紧检查好证据，逮捕他吧！好，看来我又可以立个大功了。怎么样，治安同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怎么了，治安同志？是比他说的造假数额还要巨大吗？肯定是，连治安同志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案子，肯定可以判死他了，是吧，治安同志？这些发票全都是皇家医院正品盖章，全是真的。什么？全是真的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他一个家徒四壁的骗子，凭什么能到皇家医院治疗？就是，不过是被车撞了一点轻伤，根本不需要去皇家医院治疗，更不可能花3000多万。许彤，你的骗术还真是丧心病狂。被车撞的一点轻伤，周承泽，你还真以为当初我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当时我要去医院看你，你爸都说不用了，一点轻伤，住2天院就出来，我可记得清清楚楚。清清楚楚。我爸是这么说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时我病情严重，全身30多处骨折，抢救了10个小时才抢救回来。我怕你担心，我跟我妈说，不要告诉你真相。少用这些卖砍深情的戏码，你以为我信吗？少用这些卖脸深情的戏码，你以为我信吗？就是，事到如今了，还想博取我儿子同情，真是无耻！他没有骗你们，治疗保健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会造成半身不遂、终生瘫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以为呢？那时我以为你真不介意我贫穷的家庭，爱的是我的人，所以我就发誓要拿命爱你。所以当车子撞向你的瞬间，我把你推开，帮你承受了一切。后来病情严重，我也选择对你隐瞒，只是不想让你担心，让你有负担。没想到你最终还是成了一条只吃骨头不开门的背叛狗！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他在说谎，他绝对在说谎！怎么，你还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可大了。什么问题？很简单啊，这医疗报告单说，他全身骨折30多处，其中伤了脊柱和坐骨神经，会导致半身不遂、终生瘫痪，这没错吧？没错，诊断是这么说的，也符合事实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医院的诊断是真的，他受那么重的伤会半身不遂、终生瘫痪，那他现在为什么会毫发无损站在这里啊？为什么？难道这作假和骗术还不明显吗？啊？为什么？难道这作假和骗术还不明显吗？啊？对啊，他现在根本没事，完完全全就是正常人。就是，这破绽简直太明显了，我都没想到。所以，就算他这上面盖着真的印章，里面也肯定弄虚作假了。没错，如果真是有那么重的病情，不可能治得好的。现代医学还没听说治好瘫痪的病例，所以他这个报告单以及里面所谓几千万治疗费的发票都是造假，他这就是诈骗。老婆，你这些真的是造假吗？怎么会呢？你看我像是会骗人的人吗？可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直接让皇家医院的院长过来说吧。什么？你喊皇家医院的院长过来？你是疯了吧？你知道皇家医院的院长有多尊贵吗？那可是达官贵人都要巴结的分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哥，我婚礼出了点状况，你让皇家医院的院长过来一下。何妹妹，你受伤了吗？不是，
只是有点事需要他到场。行，我马上让他乘坐专机过来。等着吧，等院长来了，我再给你们讲个神话般的故事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、自惭形秽。等着吧，等院长来了，我再给你们讲个神话般的故事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、自惭形秽。我真是受不了你了！今天如果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真不知马王爷几只眼。你，富氏集团总裁是吧？是的。即刻和许彤断绝关系，离开这里，我保你平安，否则我将封杀你整个富家。说什么？你要封杀富家？你没听错。你是个疯子。富家乃4大门阀，市值100亿，你不过区一个身家上亿的暴发户，也敢妄言封杀富家？你是不打算听我劝告，不想和这个骗子断绝关系是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我听你的话？来，老婆，我们好好恩爱一把。啊什么？今天可是我们新婚，来吧。还真是不害臊，这是多久没见过女人了啊？大庭广众之下就亲上了，真是伤风败俗啊！岂有此理！故意和我作对是吧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贵人吗？富氏门阀故意和我作对，请帮我立即打压封杀富家。贵人吗？富氏门阀故意和我作对，请帮我立即打压封杀富家。富家，等着破产吧！老婆，我好怕哦，他不过一个小小的暴发户，竟然要封杀我们富家，我真是吓得瑟瑟发抖。放心吧，我可以担保，富家不会有事，但他会沦落到公司破产、上街乞讨。许彤，你说什么啊？我会公司破产，上街乞讨？你没听错，这是我对你命运的正式宣判。你还真是没点自知之明！你一个一无所有、只会诈骗的摊子，何能让我一个身家上亿的老板破产？陆蕊，你大概不知道，你一个保洁是怎么到今天的身家上亿了。你该不会说是你扶持的吧？你说对了，你有今天的一切，全是我看在你是我闺蜜，让我爸暗中扶持。如果没有我家的扶持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们听见了什么？我发财是因为他的扶持。一个爸爸当清洁工家徒四壁的人，居然扶起了我这样的亿万富翁，真是无耻到丧心病狂！但还真有人吃他这一套，这不把富家总裁都骗到手了吗？不急，等他富家崩塌，他自然会后悔莫及。你说我富家会崩塌，我后悔莫及。傅思燕，你在哪儿？傅思燕，你在哪儿？傅思燕，你在哪儿？爸，怎么了？谁让你随便在外面找人结婚的？就是，你爸妈对你寄予那么大的厚望，你结婚都不告诉他们。思燕，你这也太过分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是他们自己不同意。他们不同意你还娶？你这是想故意气死他们吗？我的人生，凭什么要他们允许？就凭我们养大的你，可以吗？就是，你说你要是嫁个门当户对的也还好，你偏找个家境普通的人，不是丢我们傅家的脸吗？只是给我们丢脸也就算了，还给我们惹祸，连累家族，
绝不能轻饶。我给你们惹什么祸？连累你们什么了？还不知道惹什么祸吗？你得罪了陆小姐，陆小姐找人打压我们傅家，我们傅家所有的业务都已经暂停，你害死我们了！还不赶紧给陆小姐道歉，请求陆小姐的原谅！什么？他真动用关系封杀了我们傅家？什么？他真动用关系封杀了我们傅家？你以为呢？我可不像有的废物那样只会吹牛。就是，还是蕊蕊厉害，可见我选择她多么正确。怎么，这就是陆小姐吗？没错，我就是。有何指教？啊，对不起，陆小姐，是小儿不懂事，我替她向你道个歉。你大人大量，饶我们傅家一次吧。是的，一看陆小姐就是做大事的人，有大格局，帮我们傅家度过这个难关，我们傅家一定感恩戴德的。我以傅家家主的名义起誓，只要陆小姐能饶过我们，我愿意拿出傅家40%的股份致献。不，到我这个份上，我已经不缺钱了。我在乎的是面子，要想我原谅，除非让我把面子找回来。是吗？那请陆小姐明示，希望我们怎么做，我们一定照做。其实我只有简单的要求，许彤是我仇敌，你儿子立刻放弃和他的婚礼，踹了他，然后跪下给我道歉。我就当今天的事儿没发生过。真的吗？陆小姐这么大度吗？好说好说。陆小姐真是太大度了。听见了吗？立刻和这个外人断绝关系，向陆小姐道歉。许彤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我要踩你，你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什么？他这样的外人也配和陆小姐你作对？我帮你扇他巴掌！爸，你干什么？滚开！许彤，敢得罪陆小姐，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庆幸自己生了个好儿子，否则我们傅家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了娶你，就算死，我也不会反悔的。不愧我许彤隐藏身份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真爱的人，我一定会亲手为你戴上皇冠，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还在吹牛？你这种普通人也有脸说给人戴上皇冠？就是，都装瘫痪来骗取我感情了，还有脸装呢？还真是个有眼无珠的人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。你的身份我知道啊，只要傅家主把傅先生一带走，你就是单身，那就是你的身份。真是堕落！你现在堂堂傅氏集团总裁，竟然要娶一个这样的穷酸，跟我走！爸，来，赶紧！拉他走！赶紧走！我不走！今天谁也不能阻止我的决定！我不走！今天谁也不能阻止我的决定！你们放开他！给我滚开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傅东山瞎了眼，不可能让你这种普通人进我傅家大门。我普通，真是眼界狭隘。我可是礼堂财团的大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礼堂财团的大小姐？你真是肆意妄为，毫无底线！就你这种普通人，连给礼堂大小姐提鞋都不配，还敢冒充她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厚脸皮的人。我当初怎么会和这种人做闺蜜？真是我人生中的污点。对了，他伪造票据的事情还没结束呢。你不是要喊皇家医院院长来给你证明的吗？人呢？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他哪里喊得来人证明？那就不用说了。治安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走问罪吧，别在这里耽误了我和蕊蕊的婚礼。你喊的人呢？再不来人给你证明，我可得抓你回去调查了。不用等证明，直接抓了他吧。
我确定以及肯定他就是个骗子。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！你我是抓起来！抓起来！谁敢抓许小姐？你谁呀？他是皇家医院院长。什么？皇家医院院长？是的，我有次路过皇家医院，看见很多人喊他。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就是皇家医院的院长。周北斗见过许小姐。周院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请问许小姐喊我来有什么吩咐吗？我是不是曾经在你们医院治疗脊柱损伤和坐骨神经重症，花了3000多万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现在他们认为我医疗发票造假，需要你来证明。说你造假？拿给我看看。都睁大眼睛了，看清楚了，这可是正宗的皇家医院公章，上面的每一分数据都真真实实。怎么可能？他什么人？哪有3000多万在皇家医院治病？你问他什么人，只怕说出来会吓死你。哼，你不会也是他请来演戏的吧？一个被我踹掉的骗子而已，还有什么来头不成？我不知道许小姐什么来头，我仅仅知道的是，许小姐的大哥是地宫主帅，二哥是娱乐圈超级天王，三哥是金融圈股神。不知道你们在场的哪一位配得上许小姐的身份？不知道你们在场的哪一位配得上许小姐的身份？什么？你说他大哥是主帅，二哥是天王，三哥是股神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我终于确定你是骗子，你不可能是皇家医院院长。没错，许彤的3个哥哥，我们可太熟了，吃饭都舍不得去餐馆的人，大的快30了，还没对象，那得多差劲！就是，我记得他们家的租房只有2室1厅，每次他3个哥哥回来，都是2个人挤1张床吧？对对对，有次许彤都说他哥回来了，没地方睡，要来我家睡，被我拒绝了。后来听说他睡了苞米地。穷鬼，十足的穷鬼，也好意思吹这么大的牛？吹这么大的牛？不好意思，周院长都还没把我的来头说完。不只是我的3个哥哥都显赫无比，我爸爸的身份更是能惊掉你们的下巴。你爸的身份，你该不会说是世界首富吧？没错，还真就是了。我爸就是当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世界首富。真是疯了，彻底疯了！你是一点脑子都没长吗？你问问在场的人，哪个会信你的醉话、梦话、胡话？你们信吗？他说他爸是世界首富，你们信吗？不信，鬼才信。打死都不可能信。怎么样，许彤？丢人吗？说个谎话，一个都不信。我信。我信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信许小姐的父亲是世界首富。你信有用吗？你们本来就是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。你们这群人还真是有眼无珠。许小姐自降身份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竟然瞧不起她。许小姐，我真为你感到不值啊！你那么金贵的身份，怎么和这样一群土鸡野狗在一起？都是古早时候的关系，我一直念旧情，没想竟是一群势利鬼。今日我会斩断和他们所有的关系。是的，以您的身份，那么多权贵人物都巴结不上，凭什么受他们这窝囊气啊？不过也值得，我隐藏身份，找到了我人生的真爱。就爱个传传，给我放开他！你个穷酸诈骗犯，你以为用这种丧心病狂大话骗得了我儿子，还骗得了我吗？走，把思燕带走。走，带走，走，带走。我说了，你们谁也不能替我决定。你们不能带走他，
说什么？今天是我和思燕的婚礼，你们不能带走她。放你娘的屁！你说了算吗？我带我儿子走，你管得着吗？想我抽你是吧？我不管，你们就是不能带我老公走。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。我不管，你们就是不能带我老公走。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。爸，你怎么还没来？你女婿都要被人抢走了。好好好，那赶紧的吧。你们等着吧，我爸的直升机已到云城上空，即将降落。我听见了什么？你爸的直升机已到云城上空，真是把脸丢粪坑里去了。儿子，幸好你踹了他，跟陆小姐好上，要不然我们周家以后那还有脸见人呢。那还用说吗？我这眼光就是火眼金睛，早看出陆小姐才是年轻有为，是吧，我的宝贝？那是当然，我跟他10个许彤也比不上我。刚才他们故意秀恩爱，来，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恩爱。好好好，就让他看看，今天要跟他结婚的男人跟我亲热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羞辱和失败。看见了吗？没人要的贫困户。赵院长，麻烦给我拿纸和笔墨来。是。许彤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们母子一辈子都记住今天。来，借你的杯当一下子桌子。是。休书。这骗子又想干什么？来，你先拿着，让墨水干一下。等下我有大用。是，许小姐。治安同志，你们看见了吧？他不知道又在玩什么骗术，赶紧把他抓了吧！这种人的存在，简直都是对云城市世贸的影响，赶紧抓了吧！行，现在我要验明你的身份，如果不能证明你是皇家医院的院长，我将以诈骗的名义逮捕你。你要验明我的身份是吧？行，我让你验证，你自己看吧。北都皇家医院院长赵云国、盖刚印，这，你真的是皇家医院的院长大人？怎么，你还觉得我是骗子，要抓我吗？不敢，冒犯院长大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怎么，还有人觉得我是冒充，要报警抓我的吗？不可能！他许彤一个我都瞧不起的穷光蛋，怎么会跟皇家医院院长有关系？不可能！他许彤一个我都瞧不起的穷光蛋，怎么会跟皇家医院院长有关系？你搞错了，不是许小姐跟我有关系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我以跟许小姐有关系为荣。怎么，院长大人，难道他真有什么来头吗？他有屁的来头，你们别被骗了，他们肯定是骗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用说吗？如果他许彤真有什么背景来头，我略施手段碾压傅家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没有能量对抗？对，刚才陆小姐打电话封杀傅家，他都只能睁眼看着。他要是有什么背景来头，还会被陆小姐拿捏吗？就是，我们跟他可是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熟的不能再熟。他妈早死，他爸一个人带着3个哥哥和他自己被车撞了，装残疾，指望程泽养他。没想阴谋败露，程泽在婚礼现场踹他。一个这样的垃圾，哪里会有什么来头？没错，我跟他爸认识，老婆死了之后，村里的寡妇都看不上他，
她要是世界首富，那我就是女皇了。可是，他皇家医院的院长证件是真的啊，治安官都验证过了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肯定是他和皇家医院院长长得像，然后他又偷了真院长的证件，出来犯罪行骗。就是许彤，你赶紧承认自己是骗子，否则我马上传出命令，断你生路，让你爸连清洁工的工作都丢掉。谁要让我连工作都丢掉啊？谁要让我连工作都丢掉啊？怎么说清洁工就来清洁工？这就是许彤的爸，你们看见了吧？看着一身清洁工的装备，什么都不用说了吧？骗子就是骗子，永远都不可能是真的。怎么，这真是他爸吗？这还能假吗？都一个村里长大，就算化成灰我都认识。乖宝贝儿，谁抢你老公啊？他阻止我和思燕举行婚礼，非要把思燕带走。思燕，就是你发信息跟我说周承泽那个贱人跟陆蕊出轨，你休掉后愿意娶你的男生是吧？对，就是他。来，喊爸。爸，我保证一定会对许彤好。乖，果然不错，这个女婿我认了。你说认了就认了吗？你谁呀？就是，你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，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，配得上我傅家的门面吗？配不上，但架不住人家不要脸啊！你个臭清洁工，敢打我！再嘴巴不干净，把你脸打肿。臭清洁工，敢打我！再嘴巴不干净，把你脸打肿。姓傅的，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这些清洁工还有没有王法？动手就打人！陆小姐，好儿媳，他们打你婆婆了，赶紧帮忙出气呀！就是，一群臭清洁工，竟敢打陆小姐你的亲戚，这绝不能忍！就是，一个清洁工的女儿也妄想嫁进我傅家，不知道谁给她的底气，一看就是没有被毒打过。好了，许叔叔，你也看见了，你的野蛮和不要脸已经引起了公愤，他们让我出来主持公道，所以我劝你还是自己跪下认错，否则我一个电话出去，连你清洁工的工作只怕都得丢掉。陆蕊，要不是我女儿当你是闺蜜，我伸手扶你一把，你不知还在哪个工地搬砖呢。如今有点人模人样了，不但挖我女儿墙角，还想跟我扳手腕，你也配？你说什么？你伸手扶我一把？我堂堂公司老板，身家上亿，你一个住出租屋的清洁工，也有资格说服我？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，都一样的不要脸。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吗？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？你还想让他进我们傅家，成为笑话吗？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吗？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人？你还想让他进我们傅家，成为笑话吗？我自己选的人，就算成为笑话，我也认。你，喂，傅家主，不要生气，我突然有个好主意。是吗？陆小姐有什么好主意啊？实话，我看傅先生真是英俊潇洒，气宇轩昂，娶许彤这个清洁工的女儿实在是太糟践了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不如让我嫁给他吧，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傅先生这一款的。这，陆小姐你不是有未婚夫吗？就是，蕊蕊，你在说什么？今天可是咱们的婚礼。咱们的婚礼怎么了？结了婚都可以离婚，何况我们婚礼都还没举行。喂，陆蕊，你这样可不对啊！我儿子可是背叛了许彤才跟你一起的，你可不能辜负他呀！住嘴吧！你自己都说了，
他都能背叛许彤，难道他就不能背叛我？再说了，你儿子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家世，哪一点比得上傅先生啊？怎么样，傅家主，你同意这门亲事吗？我觉得可以。是的，陆小姐可是背靠礼堂财团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傅家兴衰的实力。思燕要是和陆小姐联姻，必可让我傅家飞黄腾达。我也觉得可以。好，那正好今天就是喜宴，我们就在这里把婚礼举行了吧。爸，我受不了他了，赶紧让他破产吧。爸，我受不了他了，赶紧让他破产吧。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只适合上街乞讨。我立刻打电话封杀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让我破产，封杀我？你没听错，这是我对你命运的终极裁决。行，你赶紧打电话封杀我，让我看看一个无能的清洁工怎么样封杀一个年轻有为的亿万富翁。那你等着。传礼堂财团封杀令，被封杀人陆蕊，被封杀企业陆氏商贸，封杀等级5S， 全球性。等着吧，你的命运至此沦为尘埃，再无生路。哇，我好害怕啊！你是不是穷疯了，患上臆想症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许彤之前吹牛说你是世界首富，你是来配合他演戏的，是不是？不用说，他肯定是假戏真做了，也不用脑子想想，世界首富那是一般人吗？会到咱们这样的地方来吗？就是，连清洁工的衣服都没换，就敢冒充世界首富，这脑子得多蠢！谁说世界首富就不能穿清洁工的衣服了？小伙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真心想娶我女儿吗？当然是真心的，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我都愿意娶她。所以叔叔，你不用为了面子吹这种牛。好，不愧是我最好的女婿。那我这个做岳丈的，今天就送你一份大礼，把全球限量版的星空钻戒拿出来，我要给我女婿戴上。把全球限量版的星空钻戒拿出来，我要给我女婿戴上。我听见了什么？全球限量版的星空钻戒，真是吹牛无下限了。他知道那个什么全球限量版要多少钱吗？这就是你说的价值100亿的全球限量版星空钻戒吗？不知道从哪个土坑里刨出来的废铁吧？这么黑不溜秋的，赶紧避开这一家瘟神，别把我傅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叔叔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太在意这些面子上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还要让人笑话的？彤彤，你劝劝你爸爸。老公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爸真的是世界首富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包括这枚星空钻戒，让他给你戴上吧。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我虽然没见过星空钻戒，但我也听说了，那可是无比的华丽璀璨，怎么可能是这黑漆漆的像破铜烂铁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啊？好女婿，你不相信你岳丈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全球限量版星空钻戒吧。好女婿，你不相信你岳丈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全球限量版星空钻戒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星空钻戒过于华贵，光芒璀璨，所以设计师在上面用了能尽量遮掩光芒的包装。一是为了钻戒的安全考虑，二也是让钻戒面试时有一个更大的反差和惊喜。来，乖女儿，你亲手给你老公戴上吧。不会吧，这真的是价值100亿的星空钻戒吗？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高端华丽的钻戒，应该是吧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他一个清洁工，怎么可能买得起价值100亿的星空钻戒？是的，像星空钻戒这种代表身份地位的东西，
都不是有钱能买得了的。他肯定是欺我们也不认识，随便弄了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来冒充。没错，但凡是涉及到全球限量版的东西，那可都是要身份地位才能拥有。他一个清洁工也配，肯定是骗子。你现在自己承认自己行骗，我还饶你；若不然，一个电话出去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你该庆幸自己生了个好儿子，否则我顺手就断了你傅家生路。还在这里吸人？你刚才不是要断我陆氏商贸的生路吗？来啊，我怎么屁事没有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了，陆小姐？你真的被礼堂财团封杀了吗？难道你真是世界首富？你可以不信啊，只要你承受后果就行了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世界首富？你明明就是许彤他爸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洁工而已。对呀，你死老婆养大3个儿子1个女儿，3个儿子在外面打工，你怎么可能是世界首富？对啊，你看他现在穿的，带在身边的人，半点都看不出有钱人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世界首富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助我崛起的贵人，他跟我说过，他是礼堂财团的高管，我只要让贵人一来，立马就能拆穿这个骗子。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看看，戴着就莫名的幸福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的。这质感真的好高级，好高级。是的，这色彩绚丽，真是高贵无比，我都没见过，难道是真的吗？不可能，他们一家都是骗子，不可能买得起星空钻戒，就算是真的，那肯定也是捡的或者偷的。你这种渣男，真为我女儿和你在一起这些年不值。乖女儿，你现在明白爸让你隐瞒事实3年的意义了吧？明白了。世人总是如此，你有钱，站在高处，所有人都会对你好，但他们只是在嫉妒你，对你侵占或掠夺。而当你没有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抛弃便你，背叛你，甚至践踏你。所以，才是你这一辈子值得付出和珍惜的人。我很庆幸我找到了这样的人。这小伙子不错，这女婿我认了，以后他想要全世界，爸都会给他。少吹牛了，你马上就穿帮了。哦，我又要穿帮了，我穿什么帮啊？我刚才给礼堂财团里的贵人打了电话，他说了，他们董事长常年在国外，而且非常的雍容华贵，根本不是什么清洁工，他马上就会过来拆穿你。天了，他真的是冒充的！我就说吧，他跟我认识了20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？可是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感觉好逼真。骗子的手段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伪装的，肯定逼真。陆蕊啊，陆蕊，你们陆家都完了，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、冥顽不灵吗？你说什么？陆家完了？贵人说了，他压根就没收到什么礼堂财团的封杀令。我的管家接到的肯定是骗子的电话。礼堂财团金总到！贵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金总是什么排场？那才是真正贵族名流的气派。金总，您来了。骗子在哪儿？那里，那里。让你装，这下死定了吧？井底之蛙，鼠目寸光。金总，就是他，赶紧把他抓起来。金总，你怎么打我啊？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杀你都活该！云底区负责人金海拜见董事长大人。来吧，金海，你来告诉这些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，我到底是谁？我们财团的董事长可是全球都知名的企业家，最低调的世界首富。怎么，你们有谁得罪了我们财团的董事长大人吗？哪个有眼无珠的得罪了我们董事长？这个，他说他得到礼堂财团的扶持，嚣张得很，不但挖我女儿的墙角，还说要断我生路，连我清洁工的工作都丢掉。
他敢如此猖狂，我教训这过分玩意儿！对不起，金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金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再听好了，老金，你告诉他，他本来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保洁，你是怎么帮他把公司做大，让他成为亿万富豪的？是董事长您说她是小姐的闺蜜，让我暗中帮她成就她的。什么？真是许彤帮她起家的？居然是真的！听清楚了吗？是谁给了你机会翻身的？对不起，许叔叔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还真不是个玩意儿啊！我女儿念你是闺蜜，想扶你致富，你才刚翻身呢，就勾搭她老公，要踩死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。求许叔叔，你原谅我一次吧，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哦不，我愿意认你做干爹，以后都好好孝顺你。孝顺我？你这样的人连做我的狗都不配，还想孝顺我？乖女儿，你想怎么处理他呀？我坐轮椅的时候，他嘲笑我、欺负我，还挖我墙角、踩我。下半辈子也让他坐轮椅吧。这主意不错。老金在，动手吧！不要啊，许叔叔，求求你了，不要啊！许彤，我们可是闺蜜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吧，我以后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我更喜欢养狗，因为更可靠。给我打！这下你可以坐轮椅，好好感受一下我这3年的憋屈。来，现在我成全你，你娶她，我来帮你们举行婚礼。不，我才不娶她呢，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。许彤，其实我喜欢的还是你。就是啊，许彤，你可是我们程泽的初恋，而且陆蕊刚才居然要嫁傅先生，就让她嫁吧，还是你和我们程泽在一起才是原配。怎么，你们还想要我这个儿媳妇啊？要，肯定要！程泽，赶紧来给你老婆认个错，刚才你对她那么大误会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是的，老婆，刚才都是我的不好，你原谅我一次，我们就像刚认识的时候一样，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海，好不好？我也想。真的吗？那可你不配。刘山，在许彤，把我写的那个休字给我。再拿点胶水给我。好。啊！许彤，你干什么？对呀，许彤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问我今天为一个男人被车撞，差点残疾。如果我真的残疾了，这个男人会记得、会在乎、会回报吗？他让我不要低估人性之恶，因为他在商场摸爬滚打，见惯了人性丑恶尔虞我诈。于是他让我装着没有治好，让我坐在轮椅上装瘫痪，这样既能看我的男人值不值得我付出，也能看出身边哪些是真朋友。这个打断腿的，先给我丢出去当乞丐再说。是。
然后你脸上就贴着这个羞字，给我去大街上走一圈，从城南走到城北，不准扯下。如果扯下来，当初那3000多万的医疗费，还有这3年我为你承受的，你都得赔。我让你们母子明天睡狗窝，听见了吗？你脸上就贴着这个羞字，给我去大街上走一圈，从城南走到城北，不准扯下。如果扯下来，当初那3000多万的医疗费，还有这3年我为你承受的，你都得赔。我让你们母子明天睡狗窝，听见了吗？许彤，不要这样啊，毕竟曾经相爱。爱个铲毛，给我赶紧滚，别在这里恶心我了。徐总，看在我们认识20年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吧。徐总，不要在这里卖惨了，带着羞字去游街吧。等等，我再写一个字。赶走。来，这个字贴在你背上。彤彤，我可是你阿姨，是你婆婆呀！赶紧，信不信我找你赔那3000万？好好好，我贴，我贴。赶紧滚去游街吧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我没有做梦吧？你不但不瘫痪，还是世界首富的女儿。一切都摆在眼前，你觉得还假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好不真实，感觉自己根本配不上你。善良和真诚的人配得上任何从天而降的幸福。爸，你以后可以把你的首富身份传给思燕了吧？啊，传给我？为什么？怎么能传给我呢？啊，传给我？为什么？怎么能传给我呢？因为你经过了我和我女儿的考验。可是，思燕还可是什么？还不赶紧谢谢？就是，简直是全天下最好的岳父了。思燕，赶紧谢谢啊！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这许彤和思燕结婚了，我们都是亲戚啊！你们跟那周家的人一样，全是势利眼。我许家可以认思燕，但你们这些所谓的亲戚，我是不可能认的。有多远自己滚吧！不能啊！你女儿嫁我儿子，那必须得我们在场啊！就是，我们可都是思燕的长辈，没有我们，她的婚礼怎么举行？我许家举办婚礼，会缺你这2个亲戚？老三，问下老大和老二怎么还没到？你妹妹的婚礼马上开始了。都在路上了，爸，很快就到了。赶紧滚吧！滚了，我把陆蕊对傅家的封杀撤销，否则你们傅家只能破产乞讨。求求你了，首富大人，我就参加一下儿子的婚礼，参加完婚礼了我们就走，好不好？儿子，你赶紧帮忙说说情啊！彤彤，叔叔，看在我爸妈以前的养育之恩上，你们就原谅他们一下吧。行吧，既然你开口了，今天就让他们参加这婚宴，毕竟没有你父母，也没有你。来，赶紧动员起来，准备婚礼吧！赶紧动员起来，给大小姐准备婚礼！